视频刚刚拍完，我就得知了这场悲剧的消息。我觉得呢，所有能写出来的或者能说出来的表达方式，已经完全诠释不了那些能用来形容这场悲剧的形容词，他们所达到的深度。本来想跳过这周再发视频的，或者以默片的形式来发布这个视频，但想想还是算了。事到如此，我们还是要让生活尽可能的正常化，还是正常发布吧。所以在这里，视频的开头，我们悼念一下在这次悲剧中本不应该消逝的生命，特别是那些孩子。希望那片本来应该非常美丽的土地早日回来。这里是好吃看得见，好吃就能做的麦叔频道。大家好，我是麦叔。天气嘛冷下来了，羊肉嘛可以吃起来了。本来呢想做一份香草羊肉，但网上这么一搜，哎呦，铺天盖地的，那么也不差我这一份了。总不能做好后装几个 LED 灯闪几下就算一道新菜了吧？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换一个，做一个红酒培根蘑菇羊排。这道菜呢也是 Gordon Ramsay 的推荐菜，做好后热气腾腾，一口咬下去，汁水横流。最关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看了就会做。所以这次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。先拿出我们的羊排，小心翼翼地去掉它的外衣。当然，喜欢吃肥肉的朋友可以少去除一点。然后刮去它的死皮，给它撒上一点芋盐和香料。温柔的用橄榄油给它来一个今年冬天第一场的精油开背。我们直接将烤盘呢加上炉子，这样能尽可能的减少搬运时的味道损失。大火加热后注入食用油，因为烤盘比较薄，所以加热得很快。我们赶快将羊排整块放入，就像煎牛排一样，给每一面上一个色。每面的时间呢不确定，有上色就好。我这里每一面用了20秒，骨头部分呢会有点焦，没关系，差不多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放入半个大蒜，给羊肉增点香。然后在烤盘上加入番茄泥，有番茄碎块的那种，一定要放在烤盘上煎一下，否则太生的番茄泥会和后面的红酒混合，导致激发出醋溜羊肉的味道。说到红酒呢，稍微炒熟了番茄泥后，我们就加入红酒。用大蒜在羊排上擦一下，游走在它性感的线条之间。这个红酒呢，怎么便宜怎么选，当然豪哥除外。差不多倒入500毫升的红酒，具体多少看你烤盘的尺寸。红酒掩盖住小半部分的羊排就好。把酒加热到沸腾，调整至中小火，让酒精充分的散发到大气层。然后我们加入鸡汤。这次为了尊重这块羊排，我们提前炖了一锅真的老母鸡汤，而不是浓汤宝。鸡汤和红酒沸腾10分钟后，我们把烤盘用铝箔纸包好，放入烤箱。170至180度慢烤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。趁这个漫长的时间，我们准备一下羊排的配料，将厚切的培根切成1厘米宽的肉丁，再把蘑菇切成1/2块，然后呢，再切一些平叶欧芹备用。接下来就可以去一边抽烟喝酒烫头了。等烤箱时间还剩下20分钟左右，我们再次热锅冷油，不用太多油，培根会分解出它的油脂。加入培根，快速翻炒，然后调至中火，慢慢让它焦化上色。在培根基本焦化后，加入我们的蘑菇翻炒，翻炒到半熟后，可以加入一些之前剩下的鸡汤润一润。随即加入黑胡椒和海盐调味，进一步收一下汁，不要让蘑菇过度的出水，只要蘑菇变色，尝一个试试。熟了但很弹牙的时候，就可以离火了。
慢烤完毕，打开烤箱，取出我们的羊肉，不用看都知道已经酥软透了。取出羊肉，将盘中的酱汁调一下味，收一下汁。最后用滤网把杂质过滤一下。就可以装盘了。整块羊排放在盘中，淋上酱汁，再撒上蘑菇和培根。最后撒上一些欧芹作为装饰。其实这样的重色才是大肉应该有的颜色，看似浓油赤酱，其实酒醇肉香。当然，我也知道你们喜欢这样的浓重的大口吃肉。来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小心翼翼地拆除肉蛋的隐性，这种丝滑的玻璃感多解压。先吃一个蘑菇润润口。一刀下去，感觉就像热刀切黄油的手感，羊肉已经酥软到位了。尽管已经烤制了2个多小时，但内部还有相当部分的肉是粉红色的6分熟。蘸上酱汁，一口下去，羊肉的香味配合着红酒还蕴藏的那一份果香。鸡汤的鲜味在你闭上眼睛享受的时候，不经意地冒个头，让你感受到它的存在。切一点带脂肪的部分，伴随着酱汁，很软、很糯、很滑。其实我更喜欢这部分的口感，真的是一口口停不下来。我一个人就能消灭掉整块羊排。天气凉了，就让我们洋气一下。好了，我是麦叔，我们回见。